我只是在暑假做点了小手工兼职，开学后不料被警察叔叔们带去审讯。大家小心，嫌疑人可能随身携带大量高科技武器。没，我真没。少废话，走。蓝冰是吧？知道还问？我就是提醒你一下，不要说谎，否则我们可以认定你为抗拒执法。明白。暑假你都做了些什么？在家做点小手工，赚点零花钱。你那叫小手工，你就是个军火贩。那你说一下小手工具体指的是什么？就是为客户提供产品改装，比如煤气罐改装迫击炮，钢管切割火箭筒，拖拉机改装履带坦克什么的。怎么了？停，还怎么了？你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，不知道吗？我前阵子抽空把律师资格证考了一下，主攻方向有国际法、战争法、间谍法、走私法，还有贩卖军火法，所以我触犯哪一条了？这他妈真的只是个大学生吗？你说他贩卖军火吧，但他改造的都是农用工具。突然审讯室的门从外面打开，混得怎么样了？这小子不太一般。哦，那问你一个问题，想问什么就快问，别耽误我挣钱。哟呵，还挺有脾气的。我听说你的小手工内容了，确实有2把刷子。能直奔主题吗？我有几把刷子，不用你操心。好，退役歼十能改成第6代天空象战机吗？拖拉机和歼十能一样吗？可以。第6代天空象改装费用很贵的，确定要改吗？顿时间，除了蓝冰，其他人都彻底懵了。那行，那我就先把他带走了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你跟着稍等一下。蓝冰也打量起了周围的环境。看上去确实是军工厂，不像是骗子。是小篮子同志吧？你才小篮子，你全家都是小篮子。我叫陈一鸣，部队看上了你在机械改装方面的能力，这次咱们算是纯商业合作，你千万别慌。哦，好。陈一鸣带着蓝冰直接走了工厂，来到一个巨大的仓库。小篮子同志，你真的能做到吗？刚才我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只要你们付钱就可以。那就好。哦呀，退役的歼十在哪呢？是这样，目前还没有退役的飞机，只有一个换下来的螺丝。给我一颗飞机螺丝，让我改造第6代天空象战机。看在给钱的份上，干了。呵呵，改造？拿螺丝改造？你这是让我重新造一架新的呀？我们也没办法，目前条件就这样，改装经费1000万了。那成，工期大概15至20天的样子。可以，1000万是你的手工费，原材料什么的我们额外提供。哼，废话嘛不是，1000万再让我出材料，赔得裤衩都没了就。我就一个要求，尽量改造的和真的一样。什么叫尽量？我肯定给你造个真的出来。行，没问题。你们派这老些人来抓我，就为了这个事儿啊？那个是这样，我们查到你在科技手工这块很有天赋，但警方误解了我的意思，本来是想请你过来的。我信你个鬼！好了，有什么需要打这个电话就行。好，我下午还有课，所以懂。我送你。干什么的？校门口不让停车，赶紧开走。他刚说完，就见车门打开。我靠，大领导啊！这不是上午被特警抓走的那个学生吗？被几十名特警抓走，下午就被少将送回来了。感受着保安大爷投来的古怪目光，蓝冰也没打算解释什么。蓝冰同学，你不是被特警叔叔抓走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啊！你该不会越狱了吧？我晕，没有，只是一些误会而已。蓝冰同学，我想采访一下，你可以吗？下次吧，我还有事。报告，请进。蓝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就为了听你的课才回来的。继续讲课吧，老师。我去，兵哥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进去了呢。该不会越狱了吧？下课后，蓝冰直接来到了军工厂的仓库，收款1000万元。嘿嘿，不对就是大气，活还没干，钱先到账了，光有钱也不行啊，还需要一些材料。简单将自己需要的材料说了一遍，电话挂断。很快，一辆辆军用卡车停在仓库门口。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，可以着手改装了。蓝冰往地上一看，哎，这该死的螺丝啊！空中作战讲究的就是效率，直接上垂直起飞系统吧。这一干就是2个礼拜，蓝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，这架天空象战机基本完工。于是拿起手机给陈一鸣发了张照片过去。这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有设计感的战斗机。哎，可惜了，这要是真的6代战机就好了。很快时间就到了航展前一天，龙国南部战区。可以啊，真有2把刷子啊！还真别说，你看这外形不仅参考了空气动力学，甚至还借鉴了科幻电影里的战机模型。呵呵，明天航战，估计别的国家真以为咱们在战斗机领域有了新的突破呢。王部长了解了一下这个大学生的领域，直接给王立安部长弄误会了。一鸣，你确定这是你说的那个兼职小伙亲手做出来的？虽然只是用来唬人的，但这完成度也有一定难度啊。整套改装都在军工厂进行的，这段时间绝对没有第2个人进入过那间仓库。说真的，我也没想到这个小篮子能做出这个效果。明天航展开始了，这架战机可以拉出来参战吗？没问题。那我就放心了，这边的事情暂时就交给你负责了。
一会儿我要去接人。什么人还值得您王大部长亲自去接啊？当然是来参加这次航展的专家了，有2位主攻航空方向的国士要来参加。放心吧，这边的事我会处理好，你放心去接人就行。好。专机上，知道来参加这次航展的目的吗？难道不是为了寻找灵感吗？人在累的时候，思维就很容易固化，所以这次带你们来参加航展，其实也是为了让你们放松一下，劳逸结合嘛。说的也是，你看这第6代战机的概念图，全世界都在研究，目前都还没突破技术壁垒，所以咱们也需要放松了。很快，飞机落地。首长好，车辆已备好。呵呵，辛苦了，走吧。很快，众人便到达了南部军区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首长放心，一切准备就绪。首长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做的准备。这宣传图怎么就好像刚刚看过一样？啥？看到过？不可能啊！这张宣传图绝对没有泄露出去过，怎么会见过呢？按理来说也不应该外露啊。或许是我太累，看错了吧。听到这里，2人这才松了口气。真别说，造成这样已经可以满足咱们的需求了。只可惜，哎，对了，这架战机什么时候可以运到场？今天就可以，我刚联系过，军区的人已经到工厂了。好，明天航展记得妥善安排，千万不要出问题。是。同时，军区的人此刻已经到达工厂，仓库中蓝兵爬上爬下，对战斗机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检查。如果军方派来1名空军飞行员的话，现场就能开走。同志，你确定这就是我们要搬运的东西？就是这架，没有搞错，你们想办法搬运吧。很快，第2天航展开始。各位来宾，相信大家来参加此次航展，心里都是对我们龙国的航天实力抱有好奇的。而今天，我们也请来了2位航天领域的重量级来宾。于是，2位国士就上了台。让我们热烈欢迎航空研究院院长李德友李老，以及航空研究院副院长赵康平赵老。就在航展中心一片欢腾的时候，失眠一夜的宋国明再次找到了王部长。王部长，宣传图再让我看一下吧。好。王部长直接在电脑里打开那张宣传图，宋国明彻底懵逼了。这绝对和我在飞机上看到的渲染图一模一样。老王，这张宣传图是从哪里搞到的？陈一鸣给我的。按照原计划，我们需要对一架退役舰副10进行改装，从而达到混淆视听，掩盖我们真正研发战机的目的。所以你让一鸣找到了一个改装的天才，这张图片就是对方发过来的。对呀，怎么了？那这个改装天才不是我们部队的人喽？对呀。那他究竟是什么人？对方是一名西南科大大2在读学生。说真的，我感觉对方是有分寸的。一鸣可能摊上大事了。什么？我可以肯定，这张宣传图和我在2位国士手中看到的宣传图一模一样。所以6代战机的研发秘密很有可能已经泄露出去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一鸣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吧？宣传图发出去了没有？咦，已经发出去了，现在估计很多人都已经看到了。想办法撤回，尽量消除影响，然后把一鸣喊过来，你好好问问他，搞清楚情况。好的，我让2位国士过来商量一下这件事究竟要怎么解决。很快，李德佑和赵康平就过来了。宋政委，这么着急有什么事吗？李老、赵老，出大事了！看到这宣传图，2位国士齐齐愣了一下。这是第6代战机，你怎么会有？难道说图纸泄露了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宋国明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陈一鸣这时也到了。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呀？一鸣，你摊上大事了，赶紧交代错误，要不然谁也保不住你。错误？啥？什么错误？我问问你，这张图片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亲手拍的。亲手拍的？6代战斗机都没造出来，你特么哪来的实拍图？说实话，赶紧交代，现在还为时不晚。如果你还在这装糊涂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交代？我交代什么？等等，不对，你看这个实拍图，这外形这研究进度可比我们研究的要快多了。我看看，我靠，不可思议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之前太过于紧急，所以2位国士并没有对这份图纸进行研究。这画出这张图纸的人简直就是天才啊！看这里，这不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课题吗？居然这么简单就解决了。一旁宋国明和王部长等人也都懵逼了。快把这份图纸传输到研究院总部，停下所有研究，全力验证这份数据的真实性。10分钟过去了，科研院总部终于再次发来消息，数据验证成功。成功了，数据全部正确。我的天啊，居然真的没问题！困扰我们这么多年的难题，居然全部解决了。整个科研院日以继夜的努力研究，就是为了在军事科技方面让龙国能够超过鹰将国。其中最为主要的计划就是南天门计划。首先要攻克的就是6代天空象战斗机。那我是不是没事？你事情更大了。
陈一鸣彻底慌了，李德佑也并不是在逗他，事情的确更大了。你说这份图纸是一个改装天才给你的？是啊，我找到的那个改装天才，其实就是一个西南科技大学的学生，而我也只是让他做了一个模型。西南科大的学生？2位博士如果有疑虑，我可以带2位去见一下那个学生，学校离这并不是很远。不行，让这2位博士面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，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？请进。宋政委，航展已经开始了，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展示未来战机模型了？啊，行。走，我们去看看这个天才究竟改造出一架怎样的战斗机。很快，众人便来到展厅。各位尊敬的来宾，未来战机模型展览现在开始。所有人的目光在一瞬间全部聚集了过来。我的天啊，这就是未来战机模型，这也太逼真了吧！我怎么觉得主办方借着展示模型的机会，再给我们看航天科研院的最新研究成果呢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学生改造的战斗机模型？是啊，那个小家伙很负责的，不仅一个人完成了全部工作，而且细节部分做的也相当到位。走过去看看，这完全是按照图纸1比1制作的。你看，这里还有说明书。垂直起飞，全息隐身，雷达隐身。动力组还采用了核裂变反应堆，不带这么夸张的吧？陈一鸣也好奇地凑上前来，他以前是飞行员出身。一鸣，你去驾驶舱拍2张照片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内部情况。行，这特么的，不会是真的战斗机吧？说着，他下意识握住了面前战斗机的操纵杆。下一秒，陈一鸣的脑海瞬间炸了。嘿，一鸣怎么还没下来？突然，检测到驾驶员就位，第6代天空象正在做起飞准备，系统正在自检。这不是模型吗？怎么开始自检了？系统侦测到附近有生命波动，自动切换为垂直起飞模式。模型而已，有必要做得这么逼真吗？警告警告，战斗机正在准备起飞，请周围人员尽快远离。刺耳的提示音瞬间传遍整个会场。李德佑也意识到，这很有可能不是模型。所有人立即撤离！所有人现在撤离！李老、赵老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就当是突发演习吧。啊，行。蓝冰这小子弄得也太逼真了吧！一颗螺丝就造出战斗机模型了。战机已启动，禁止违规操作。起飞方式为垂直起降。一个模型，让你整出这么多花花绕来。超矢量引擎开始启动。开什么玩笑？有本事你真给我飞一下看看。该不会是真的吧？看着周围环境快速下降，陈一鸣坐在驾驶舱里，整个人都凌乱了。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我只是在暑假做了点小手工兼职，开学后不料被警察叔叔们带去审讯。战机正在攀升，当前高度200米、500米、800米。赶快封锁消息，千万不能把这架战机的消息泄露出去。啊，是。现在会展已经结束，感谢你们的参与，请保持有序离开，谢谢配合。必须尽快联系上陈一鸣。连接上卫星信号了吗？连上了，现在就等一鸣那边通过申请，咱们就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了。然后众人紧张地盯着面前的无线通讯屏幕，检测到无线通讯系统，申请连接。陈一鸣果断选择同意。喂，一鸣，你听得到吗？一鸣同志，请务必保持冷静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听2位博士的安排，肯定能帮到你的。好，其实我也慢慢熟悉操作系统了，我准备测试一下速度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。随后，陈一鸣加大马力开始进行速度测试。当前速度4.5马赫，模式为低速巡航。5倍音速了都，你告我这叫低速巡航？随后，战机以很快的速度达到了恐怖的10马赫。蓝冰到底是个什么的存在，能造出这种超前的战斗机？南部战区雷达部门报告，有东西正在靠近，立即锁定目标，实施追踪。是否可以确定不明飞行物的信息？已经按照您的指示锁定目标，但目前还不能确定具体情况。会不会是其他国家闯入龙国境内的探测器？很有可能，但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目前有10马赫了。10马赫，该不会是导弹吧？拉响警报，这东西不是飞行器，很有可能是导弹。立即拉响警报，启动1级防空警报。是。齐伟拨通宋国明政委的电话，报告政委，1级紧急情况，南部军区上空发现不明飞行物，疑似导弹袭击，请政委下达接下来的指示。导弹袭击。老齐，你搞错了，你们检测到的不明飞行物，并不是什么导弹，而且是我们自己的战斗机。什么玩意儿？战斗机？怎么可能？政委，您没搞错吧？这东西的飞行速度可是有10马赫。虽然我现在也很猛，但千真万确是咱们研发的战斗机。这居然真的是一架战机。老齐，别太紧张，这只是一次飞行测试，忘记通知你们了而已。啊！齐伟这边确认危机解除，便直接给导弹部打过去一个电话。喂，危机解除了。这次警报的原因是宋政委那边在进行新战机秘密试飞，忘记告知我们而闹的乌龙。你说什么？
防空系统已经自动发射了拦截导弹。你跟我说这是秘密飞行测试，你特么怎么不早说？我导弹都发射出去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把导弹停了！这特么是导弹，而且是防空系统自动发射的导弹，已经发射出去了，我怎么停？我告诉你，这次发射的还是防空系统里面最强的 CJ9 导弹。这可是龙国军方的大杀器啊！在部队中还有一个外号“轩辕剑”，不摧毁目标誓不罢休。完了，这下完了 ！CJ9 的极限速度可是有20马赫。已被 CJ9 导弹锁定。驾驶舱内，陈一鸣人都傻了，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命？现在还被自家导弹追着。正在检测目标威胁程度，危险程度为0。什么？零风险？算了，我可不能拿命开玩笑。在陈一鸣的操纵下，战斗机开始急速飙升，瞬间爆发出惊人的30马赫速度。这威力，别说战斗机了，就算是航母都得被打成残废。众人看向一旁的屏幕，只见一直尾随第6代战机的小红点消失了。危机彻底解除了，辛苦各位了。哎，这事跟我们可没关系，我们什么忙都没帮上。要不是这架战斗机的性能夸张，我们也没什么办法。是啊，真没想到在航天这件事上，也有我们这2个老东西插不上手的时候。真没想到，这架战机竟然能爆发出30马赫的极限速度。只能说陈一鸣这次能活下来，靠的全是这架战斗机了。远超轩辕剑导弹的极限速度，我已经开始好奇这架战斗机的引擎系统了。一鸣，现在危机解除，你可以返回南方战区了。收到。这可比之前的歼10好开多了，30马赫太恐怖了。蓝兵，你就是个怪物。此时海平面的军舰上，几个海军在聊天。注意注意，正东方有东西飞过来了，应该是刚才的战斗机，但怎么感觉速度比之前都快了不少？不可能吧？刚才这架战斗机的速度就已经高达20马赫，怎么可能还有提升？你们快看雷达，30马赫！看着这一幕，所有飞行员都傻眼了。30马赫，我的雷达出问题了吧？我看也是30马赫，怎么回事？总不能都坏了吧？陈一鸣保持着极速，很快就将战斗机落在了南方战区。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了这架战斗机，老李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对了，老李，你赶紧联系一下林泽府，问问这东西究竟是不是他们研究所搞出来的。整个龙国也就只有沈飞601研究所了。好好，我这就问。沈飞601研究所会议室里，目前为止，我们对6代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13年，大家辛苦了。相信再有2-3年，我们就可以做出世界上第1台6代机。而在这时，助理走了进来。李老打来电话说有关于6代机的事情要问您。6代机，我这刚刚有点小突破，就打电话过来问。喂，老李，我正开会呢，什么事啊？林泽府，你那边6代机的研究是不是有突破了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亲眼看见的。李德佑这老家伙，竟然还在我这安插卧底。李德佑，你这老家伙也太为老不尊了，居然用这种下作的手段。不是，他骂我干啥？你别再给我故弄玄虚了，我现在就在6代机旁边。啥？李德佑，你也一把岁数了，怎么这么没溜儿呢？你今天神经了吧？成，开视频，你不是站在6代机旁边开视频让我看看？哟呵，还真敢发！哼，还在这跟我嘴硬是吧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我只是在暑假做了点小手工兼职，开学后不料被警察叔叔们带去审讯。不对，现在怎么可能有6代机被制作出来？这肯定是模型。老李啊，我知道你想作为龙国第1个发明出6代机的人，但是你拿一个模型来诓我，是不是有点不地道了？你说这是模型？等等，难道说这架战机不是林泽府搞出来的？老林，这真不是你们研发出来的吗？老李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李德又简单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解释了一下，包括垂直起飞、被赤盾导弹锁定、急速甩掉赤盾导弹的事情说了一遍。真的？假的？30马赫？你们现在在南方战区吗？在啊，航展刚结束。知道了，先这样吧，快帮我安排一下去乡试的行程。我现在就要去乡试，1秒也等不及了。这本以为找到了制作这架战斗机的人，这下看来是我们想错了。那到底是谁造出来的？李老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来了？我记得那位少将说这架战斗机是他找人改装的，不如我们先去问问他。对啊，瞧我这脑子。李德佑直接带着人来到陈一鸣面前。李老、赵老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发生大事了。关于这架战斗机，我有些事想要了解一下。怎么老发生大事，弄得我好慌好怕。没问题，您问吧。负责这架战斗机改装的到底是什么人啊？
就是一个大学生做小手工兼职的。小手工兼职？是啊，我们这边查到他在改装上有一定能力，特地聘请他对歼十进行了改装。这架战斗机是歼十改装来的？确切的说是从一颗歼十的螺丝改装出来的。什么？一颗螺丝？这别的呢？他找我要了1000万改装费。谁问你这个了？我让你说的是这个人的身份细节。哦，西南科技大学大2的学生，叫蓝冰，听说学习成绩不错。西南科大的学生吗？第6代战机都研究出来了，你管这叫学生？啊，是的。如果你口中的蓝冰真的是一个大学生的话，那他也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大学生。地址有吗？我想去他工作的地方看看。有的。你去备车吧，现在就去。那个林老很快就要到了，不如我们等等。啊，行，那就等等他吧。大概过了2个礼拜。到了，好，我知道了。2位，林老带着科研团队到了。好，让他们过来吧。这真是第6代战机。身后的团队便将随身带着的箱子打开，将里面各种仪器组装了起来。老林啊，带来这么多仪器，这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啊？呵呵，是骡子是马不得拉出来溜溜啊！接过助理递来的金属探测仪，抬手将其贴在了战机表面。鳖合金硬度800。啥？800？目前人类研究出来强度最高的合金也才700。只见液晶屏上的数字还在继续提升，合金强度最大值为5000。数字终于停下，在场所有人都懵了。这什么情况到底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这架战斗机的合金比航母的还要强得多。这该不会是卫星科技吧？老李，这架战斗机究竟是从哪来的？你问他喽。如果我说这架战斗机是一个大学生自主改装的，你们信吗？大学生？开什么玩笑？正好我们要去拜访一下这个大学生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？去，这哪能不去啊？小陈，那就麻烦你联系一下对方。蓝冰同学，在忙吗？是战机出了什么问题吗？把地址给我，上门维修。没有，战斗机改装效果远超我们的想象。哦，那就好。所以打电话是这样的，我们这有人对你改装的战机十分感兴趣，所以想要见见你。你看你这边什么时候方便？嘿嘿，是不是又有大活来了？好，明天过来吧，来农机厂找我就好。没问题。既然安排在明天见面，我今天就不走了，省得来回折腾。当然可以，您之前的房间还留着。李老，您看。不用这么折腾，我今晚在这里就好。在这里？是啊，和战机睡在一起。啊，那老赵呢？不用管我们，我和老李今晚凑合一下就行。也不用管我，我也跟他俩凑合一晚吧。得嘞，我可回家睡觉了。很快来到第2天早上，2个小时的路程，几人足足走了4个小时。宋政委到了。各位，这位就是大学生蓝冰。你们好。这3位都是咱们龙国的国士，航天研究院的李院长和赵院长，这位是沈飞601研究院的林老，还有这个是我们军区的宋政委。蓝冰对着众人点了点头。我们想看看你改造飞机的笔记。成，里面请。大约半个小时，李德佑3人看着蓝冰满满的笔记，既兴奋又沮丧。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对了，蓝冰同学，改造这架战斗机你用了多久？如果算上筹备材料的话，大概大半个月吧。开什么国际玩笑？大半个月改装出一架6代机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李老，其实蓝冰所用的时间是要远远小于他所说的时间的，而且就连学校的课程也没有落下，居然还是满勤。要不咱们去看看改造车间？我来带路吧。整个车间布满了各种精密仪器，有一部分还是他们闻所未闻的。在完成战斗机改装之后，蓝冰并没有把这些仪器带走。你们快看，这是什么？在这一张张图纸上，对第6代战机进行了十分精密的拆解、细分和分析。看着这张图纸，李德佑和赵康平、林泽甫3人才发现自己对6代机的研究究竟有多么粗浅。蓝冰同学，我想见一见你团队的成员。是啊，毕竟这样繁琐的一个工程，你身后肯定有一个十分强大的团队，真是不简单啊。你们团队的人员不少吧？团队？你们已经见到我的团队了，就我一个人啊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不相信，但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蓝冰的脸上却没有流露出任何说谎的表情。阅人无数的3位博士也有些怀疑自己。或许这个团队并不想要见到我们，算了，忙正事要紧。只因我用1颗螺丝改装出第6代战机，业界大佬集体找上门。你来我们研究院，你就是院长，你还上什么学啊？切，我这里能联系西南科大，让你直接毕业。现在这家工厂，我们军方可以送给你。我这里还有一些问题，可以请教一下吗？当然可以。原来是这样。原本李德佑以为蓝冰回答不出来这些问题，他却直接将所有答案一口气说了出来。
政委，他说的都是什么东西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这些问题你上学都学过吗？这些问题都很简单啊，花不了多长时间的，完全可以引申出6代机上常见的一些难题，比如……蓝冰说着，在墙上写下了一整套他们看不懂的公式。这是在写推导公式？没错，这怎么可能？看着写字板上的推导公式，2大研究院所有成员瞬间呆住。必须要把蓝冰拉到我们研究院来。这个年轻人对于航天试验的理解，或许要超过我们所有人。蓝冰，我这里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想知道，那架6代机所用的金属材料究竟是什么？金属啊，那是我融合出来的一种新型合金，当时条件不是很允许，所以只能做到那个程度，不过也勉强能凑合用了。勉强凑合？这小子这么会装的吗？蓝冰口中勉强凑合的金属呢，直接把全世界无数科学家多年的努力直接否定了。刚才的公式我到现在都还没理解，不过他说什么我都觉得有道理。你确定这是西南科大的学生？你之前调查过吗？调查倒是调查过，对方的履历都很干净，高考的时候还是理科状元，父母双亡，在舅舅的农机厂勤工俭学做小手工攒学费。其实我也怀疑我有没有调查过了。那我想知道，你研发的新型合金总共花费了多少时间？多少时间？大概用了20分钟吧。听到这句话，偌大的仓库将近30号人瞬间懵逼了。20分钟？你当摊煎饼果子呢？哼！这个合金的各项参数可是远超目前所见过的合金，甚至远超了航母和火箭上面所用的金属。你是怎么打算的？什么怎么打算？当然是想把这个蓝冰片拉到我们研究院来。在我看来，这架6代机可能真的是他自己一个人制作出来的。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，但是想要把他拉进研究所，得开出什么条件呢？1万年薪，真的能吸引眼前这个年轻人吗？要不我提前退休。他当然明白老伙计的意思，以蓝冰在科研领域的造诣来看，当个航天院院长肯定是绰绰有余的。那个房间里面的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房间里是一套核裂变反应堆组。你说什么？6代机引擎用的就是这个，为了避免其出现故障，所以我就备用了一份。那这辐射的问题不用担心，我在设计上很严格的，不用担心会有辐射泄漏，很安全。怪不得这个战斗机的速度能这么快，而且能源就好像用不尽一样。等等，一个核裂变反应堆不应该是很大的吗？这东西是怎么装到战斗机上的？战斗机才多大？我制作的核裂变反应堆组没有很大，大概只有5立方米左右。多少？把一套核裂变反应堆组浓缩到5立方米？你啊，如假包换。蓝冰同学，我能去看看你制作的核裂变反应堆吗？给我一个拒绝你的理由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门了。这就是核裂变反应堆？对。我之所以设计这个核裂变反应堆，目的就是把它装在战斗机上，而我使用的是强子反应装置，这样不仅可以节省体积，而且更加简单高效。蓝冰同学，你在这些领域上的造诣实在是太深了，你这样的人才不该被埋没。我现在代表沈飞601研究所向你发出邀请啊！待遇方面你不用考虑，绝对是按照最高规格来。只要你能加入我们所，你说啥是啥。老东西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带你来见蓝冰，你不感激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想抢我们的人。这架战斗机在我们战区，蓝冰也是我们战区的人，凭什么轮到你？而且我也是西南科大毕业的，说到底我和小兰子同志还是同门师兄弟呢。以赵康平的年纪和身份，当蓝冰的校长都可以了。小兰子，你看看这2个人，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情绪不稳定，又能研究出个什么来？不如来我们研究所，在科研方面也是超过他们的。之前的歼10原型机不也是我们发明出来的？小兰子，你如果加入我们研究院的话，我这个院长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你。是，没想到我们院长的大学生竟然要成为航天科研院的院长了。好家伙，就你们研究院的进度只会拖累小兰子的脚步。来我们研究院，我可以把所有资源都划分给你，接下来你可以放心研究，谁都不会打扰你。你们所能比我们所好多少？三位，别这么激动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说什么说？我今天非得给这2个老东西点教训。嘿，你还想1打2？反了你了。谢谢您的好意。小兰子明确的选择，我这就联系院里，准备帮你入职。也谢谢您的好意。这是啥意思？都拒绝了。我现在还在上学，所以暂时还没有参加工作的打算。你来我们研究院，
你就是院长，你还上什么学啊？以你现在的知识，还有什么老师能教你？加入我们，没有人可以约束你，甚至不想来科研院继续上学也没问题，我可以帮你挂职。切，我这里能联系西南科大，让你直接毕业。蓝冰同志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现在这家工厂我们军方可以送给你，要求就是你来挂名一下我们的军工部，只是挂名，不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那好，那就按你说的来吧。一鸣干得漂亮，3位国士请放心，蓝冰到了我们军方，我们这边一定能拿出全部的资源来培养他，在哪其实都一样，大家都是为了龙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嘛。小兰子同志，6代战机能否暂时借给我们研究院？不白借的，你这个工厂布置起来需要什么？我们沈飞601研究院一定全力协助。老林，你就是来砸场子的是吧？人你要和我们抢，战机你也要抢。小兰子同志，刚才这个老东西开的条件，我们出双倍。除此之外，院长的位置一直为你保留，只要你想来，随时都可以上任。其实现在这架6代机并不是我的，我只是负责改装，实际归属还是军方的。不过既然你们都想要的话，我倒是可以再造一架出来。整个房间听着蓝冰的话，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。可以啊，为什么不呢？小兰子同志，你这边有什么要求，我一定满足。我也是，条件肯定是有的，我不能白白为你们造一架6代机。首先，我这里肯定是需要一些人来帮忙打下手。当然可以，我们这里的人都可以来帮你打下手。正好我这边没什么事情，这段时间就来帮你打下手吧。还有我的这个科研团队，还有设备之类的，有需求你尽管说。设备我这里都有，暂时不需要。另外人手的话，3位国士外加2个科研团队，加起来共有40多人，人手也够了。除此之外，第2个条件就是必须给足经费。李德佑、赵康平以及林泽甫3人顿时松了口气。小兰子同志，你放心，所有经费我们航天研究院全部承担。不用你们全部承担，我们沈飞601所承担其中的一半。还有一点，在这些研发经费里，我要抽2成作为我的劳务费。没有毛病，2成就2成。那我先走了，今天还有课。用不用派车送你？算了，也不远。既然蓝冰说尽快开始，那我们这边最好提前把经费申请下来。一架5代战机所需要的费用，都需要花费7亿左右，保守估计，一架6代机的制作费用要在数十亿往上。按照蓝冰的要求来看，抽取2成，那最起码也要好几亿。好几亿又怎么了？给你100亿，你能造出来吗？甭管多少钱，一定要凑出来。几十亿缩短数年研究历程，这笔账还是很值的。小王，麻烦你去把之前蓝冰申请的材料弄一份清单出来，我们这边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好。很快，他便在找到了之前蓝冰申请过的材料清单。我靠，才2000万！我改造的第6代战机，各项性能完爆当前科技水平，因此业界大佬集体找上门。评论区为什么有很多3个一样的表情？今天终于破案了，原来是查案评论图标，然后就成了，简单吧？车间会议室中，3位国士聚在一起，此刻他们正在计算蓝冰制作一台6代机的具体费用。有了这些图纸，总能猜出个大概吧。但蓝冰采用的是一种新型合金，就连整个蓝星上都没出现过。所以，这该怎么估价？先算它是个小目标吧。行，拿这个强子反应装置的核裂变反应堆组怎么整？这简直就是无价之宝嘛！哎，算了，还是先等小王那边统计好清单发过来吧。也是，这样算下去肯定没有结果。另外通知研究院那边准备好资金，越多越好。喂，小王八，这么快就算好了吗？因为所需要的东西很常见，所以很快就计算好了。常见？对的，总共花费在2000万左右。2000亿啊？等等，多少？2000万？啥？这没错，就是2000万。开始还以为是自己算错了，然后我又核算了好几遍，甚至问了陈一鸣，确定后才打电话给您的。所有材料总共花费2130万。2000万，一台6代战机，蓝冰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小王，你把清单整理一下，发我邮箱吧。好。没多久，便收到了一个名为材料清单的文件。这些材料倒是很眼熟，核算下来，整个6代战机的金属用料也才300-400万。你看，核裂变反应堆组居然才用了这么点，还真是2000多万，一分不差。这个价格，连京城一套房子都买不到吧？哼，
李老，是不是我哪里搞错了？这价格的确太低，我也觉得不正常。没有，这份清单没有出错，错的是我们。你们？没错，是我们低估了蓝冰的能力，而且是大大低估了他的能力。当初外国人过来随便摆弄2下机器，画一张图，就敢开价10万。现在咱们有蓝冰了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啊！没想到蓝冰的技术竟然这么强。小王，先这样，我们先忙了，拜拜了您嘞。3位国士原本的担忧彻底消散了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老周现在应该还在研究核能方面的东西吧？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看蓝冰这套核聚变是不是真的可行。好，顺便看看能不能给老周那边带来什么帮助。核能物理研究院会议室。这次核泄漏发生在几十年前，时至今日对当地的影响都很大，我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，千万不能重蹈覆辙。周院长，航天研究院的副院长赵老打来电话，说有事找您。赵康平，难道是6代机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老赵，什么事？老周，你是不是在研究核裂变反应堆的全新构造理念？没错，我的确是在研究这个东西，只可惜这么久过去了，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老周啊，你知不知道强子束缚是核裂变反应堆组？什么？这个我从没听说过。没听过没关系，我这里有一份文件，你先看看。我还开会呢。先别开会，文件发你邮箱了，先去看。周维民转头来到办公室。哟呵，搞得还真像那么回事。可看着看着，周维民突然坐直了身子。有点意思，我靠！老赵，你这份文件究竟是从哪搞来的？怎么样，这份文件有可行性吗？有吗？有，太有了。之前我不是在和你说，我在寻找一个核裂变反应堆组的全新构造理念吗？这个就是我想要的全新理念。赶紧告诉我这个文件你究竟是从哪里搞来的，快把他联系方式给我，我一定要见一见这个天才。老周，你先别，你是不懂这件事的重要性。如果我能见到对方，最短半年时间，我们就能造出全新构架模式的核裂变反应堆组，到时候整个龙国就不会再有能源担忧。老赵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这是一个核能物理研究院的人，具体叫什么我也不太清楚。不可能，全国的核能物理研究院我都有所了解，目前没有进度能赶得上我们的。你之前不是说想在6代机上装上核裂变反应堆组吗？行了，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被制造出来的，这份文件我还是向人家申请，同意后我才整理发给你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还在航展是吧？我现在就过去。没，航展已经结束了。你知道你口中的那个天才跟我说了什么吗？什么？物理的本质就是物质交换。你个老油条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听说你珍藏了2瓶大几10年的好酒，你看。老东西，你趁火打劫啊！行，我答应你，给你1瓶。2瓶？我一共就2瓶，2瓶就2瓶，赶紧把地址给我。没问题。很快，一个地址便发了过来。老赵啊，你也在这里吧？我马上到。现在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和我去见一见这位天才。这是改变我国核裂变反应堆组现状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。老赵，电话打完了吧？你在这做什么？啊，没什么啊，那个最后一次核算出来了，确定之前的数据没有错。成本费2100万，再加上答应蓝冰的劳务费，总共不超过2600万。多少？这确定没有少算1个0吗？这个数字算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也感到很震惊。不过真的就只有这么多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次让咱们一起帮忙，我感觉蓝冰应该有传授我们技术的想法。我们尽力学习，能学多少学多少就是了。是这个道理。林泽甫这边也在计算完总经费之后，给空军总部打去了电话。喂，刘司令。老林啊，怎么了？难道是6代战机那边又遇到什么难题了？不是，6代机已经制作出来的。什么？不过这个6代机并不是我们沈飞601研究所制作出来的，那是李德佑那边了。也不是，他们进度还没我们快呢。不是这2大研究院，那还能是谁？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说话别跟挤牙膏似的，行吗？紧接着林泽甫将今天发生的事情详细的讲述了一遍，其中包括蓝冰、航展、6代机，
而说完之后，对面却迟迟没有响。刘司令，刘司令，您还在吗？我改造的第6代战机，各项性能完爆当前科技水平，因此业界大佬集体找上门。刘司令，您怎么了？需不需要呼叫支援？其实刘国梁司令在听到第6代战机研发完毕的时候，过于激动，一个没拿住，把手里的手机掉在小便池里。哎，我很好，不用担心。你确定你没有说错？这架战斗机真的是被一个民间天才制作出来的？没错，我确定的绝对是一台6代机，而且是一台功能远超我们设想的6代机。最重要的是，整架战斗机的造价还不到3000万。老林最近研究那个可控核聚变也是快乐的。哎，老林，这段时间你好好休息一下。我特批了。我靠！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假话。哼，我人就在南方战区，战机也在这里。南方战区距离我这的距离大概是1300公里。按照你刚才说的，战斗机速度是30马赫，如果可以在20分钟内赶到这里领空的话，我就相信你说的是真的。也倒是可以，不过我这边要询问一下蓝兵的意见，毕竟这架战机是他造出来的。刘国梁司令瞬间懵了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林泽福刚才说的东西全都是真的？哎，那你去问吧。好，30马赫是什么概念？比火箭都要快。老林这家伙肯定是精神失常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帮他安排一下心理医生。与此同时，林泽甫便快速来到厂房。小兰子同志，我这边可能要借用一下那架6代机。6代机？不是，老林，你贼心不死是吧？说好了一起学习，你又要私自借战机？不是我要用，是空军总部那边。哦，林泽甫将自己刚才和刘国梁之间发生的事情和众人简单说了一遍。这样，好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陈一鸣。接到命令，陈一鸣虽然对之前的惊险还有点心有余悸，算了，再听一次吧。来到战区基地，二话不说，直接爬上战斗机。走你！战机启动中，警告非战斗人员，请迅速撤离至安全范围。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。等等，这个场地应该不足以滑行吧？引擎声越来越大，强烈的赤焰从喷嘴中喷出来。这架战斗机难道是要垂直着飞上去？不可能吧！就在众人议论的时候，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林老说让我尽快赶到空军基地，那我可得提速，请联系林泽甫博士。林泽甫接到了来自陈一鸣的通讯。刘司令，我已经安排人开着6代机过去了，战斗机已经进入飞行状态，预计……说到这里，林泽甫看了一眼面前的屏幕，简单计算了一下，他眼神中满是震撼。预计还有3分钟内抵达。别说3分钟，30分钟都行。呵呵，老林这病是越来越严重了。哎，还3分钟内抵达。战机的速度很快，所以您得及时打开穹顶，晚1秒都会看不见的。行，好。林泽甫却一直没听到穹顶开启的声音。刘司令，现在6代机的速度已经提到30马赫了，赶紧打开穹顶，不然真的会错过的。好，打开穹顶。是。老林，你知道这个穹顶开启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要是开玩笑的话，这次的事情可就大。报告，发现不明飞行物。靠，那真的，赶紧锁定不明飞行物，把数据计算出来。已成功锁定目标飞行物，现在的速度高达30马赫。这个数据好像和林泽甫之前说的一模一样。这是真实存在的速度吗？30马赫就是30倍音速。刘司令，我们收到了一个频道加入申请，对方是南方战区的陈一鸣。接通，快！汇报首长，我驾驶的战斗机已经来到空军基地上空，请求降落。这就到，不到3分钟，跨越1300公里。总部收到，具体定位已经传输给你。另外，跑道上的战斗机也会立刻转移，请你放心降落。谢谢首长，不过不用这么麻烦，我这架战斗机可以垂直起降，不用跑道，只留一片空地就好。垂直起降？什么？赶快去安排一下，保证场地足够宽旷，而且疏散所有无关人员。是。先去看看这个所谓的6代机，如果是真的的话。很快腾出来的巨大广场上，刘司令、副手以及空军总部的许多科研人员都到达了现场。这是印章被突破的声音。机舱打开，一道身影从驾驶舱里面站了起来。少将陈一鸣，见过首长。陈一鸣，很好，这次你做得不错，的确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。这都是战斗机的功劳。咦，我记得这架战斗机降落的时候是有一个变形过程的，怎么近距离观察却看不到一点纹路？这究竟是怎么做到？呵呵，
可能是表层金属切割的精度比较高吧。不错，不错，这架战斗机的诞生，说明我国不对，说明世界的航天领域天花板又被拔高了一层。是啊，有了这架战斗机，鹰将和樱花的战斗机对我们都不再有威胁。还有未来的联合军演，我们龙国必能拔得头筹。怎么样，刘大司令？没错，战斗机已经降落了，效果非常好。没想到这台战斗机真的被你们给造出来了。这次我们空军的实力肯定大大加强了，这多亏了你们研究所啊！你放心，我马上将这件事报上去，给你请功。您误会了，这架战斗机并不是我们601研究所造出来的啊！那难道是老李那边？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这架战斗机的发明者其实是一个民间科学家。民间天才？那个民间天才在哪里？快告诉我具体位置，我一定要见见他。我现在就和他在一起，在南方战区。好，我现在就赶过去。黎明，这次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我现在已经可以熟练驾驶6代机。首长还有什么指示？没了，你把飞机开回去吧。我现在也要赶去你们那边的工厂，去见见那个民间天才。好的，首长再见。哼，这是6号人，还是6战斗机完了？好了，我也得赶紧出发了。陈一鸣驾驶6代机离开，而刘国梁选择的方式则是运输机。要是所有歼十都能改装成6代机就好了。但具体的事情还是得找林泽福口中的那个民间天才商量一下。我改造的第6代战机各项性能完爆当前科技水平，因此业界大佬集体找上门。到这里要多久？2个小时吧。我上飞机就用了30分钟。哼，陈一鸣的6代战机都准备降落了吧？2个小时？哎，谁让我们研发不出来6代机呢？今天的南方军区迎来了太多客人。什么人？检查完对方的身份后，果断放行。这是第4位国士了吧？军区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热闹。周院长。就是那里吧，看他们的打扮，肯定不是军区的士兵。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如果老赵在的话，那就没错。可刚一走近，他似乎就听到了争吵声。老林，你也太不地道了，知道抢不过我，现在又找帮手来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先和小兰子同志认识的人是我。我还就告诉你了，这群人不是我请来的。但小兰子同志如果有加入研究院想法的话，那一定是我们沈飞601研究院。就凭你们的科研进度，你们只会耽误他，浪费他的天分。你很厉害吗？现在还不是在这跟我一起学习？老赵，别拦着我，我今天非和这老东西拼个高下。其实那群人是我请来的。啥？你说这群人是你请来的？是啊。赵康平将自己是怎么敲诈对方2瓶好酒的来龙去脉简单说了一遍。感情是你小子把敌军引到这里来的，9分我1瓶，别想独吞。好吧。嗨，老赵，你说的那个民间天才在哪？还有这个核裂变装置，它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？是这样，小兰子同志将我们之前一直在研究的6代机做了出来，他觉得普通燃料没有办法供应这架战机，所以才研发出了核裂变装置。这就是我和你说的6代机，看这个速度，应该已经到达30马赫了。多少？这架战斗机是要停在这个军区？快，带我去看。行。很快，2人来到广场上。居然能把核裂变模组装进这么小的一台战斗机内。老赵，你说那个蓝兵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老赵，快带我去见见你说的那个民间天才吧。成。看着蓝兵年轻的面孔，周维民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么年轻的吗？小兰子同志，我听说你研制出了一款新的核裂变反应堆组，能带我去看看吗？好。这果然是核裂变反应堆组。周院长，这可是核裂变反应堆，我们现在可是一点防护措施都没做，辐射可不是小事啊。老周，你太紧张了，没看到我们都没穿防护服。实话告诉你，它一点辐射都没有泄漏，不然我们怎么可能会这么大胆？一点辐射都没有泄漏，这测试仪带了吗？给我。这是最先进的核辐射测试仪器，哪怕是一丁点的辐射泄漏都能被检测到。如果真像老赵说的还好，可但凡有一点点辐射泄漏，我们在场的人都得玩完。白瞎了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，这点信任都没有。哼，辐射指数为0。靠啊，真的没有一点辐射泄漏？切，还不信我？小兰子同志，这核裂变反应堆组为什么会一点辐射都没有？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传统堆叠式核裂变反应堆的隐患太多，而这个核裂变反应堆组要装在战斗机上，为了飞行员的安全，所以我顺手改造了一下。顺手改造了一下，还不让人活了？小兰子同志，你们这个6代机的制造计划还缺人吗？你看我带来的这些，不光是核物理层面的精尖知识分子，而且十分任劳任怨，任凭你指挥，我也可以全力帮助你。
还说不是来抢人的。我看你浓眉大眼的，就不像是好人。要不是看在酒的份上，我肯定不让你来。那个老周啊，这里已经有很多人打下手了，你们就没必要掺和了。对了，你不是拿到蓝冰同志之前的文件了吗？赶紧回去做研究吧，别在这里浪费时间。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添乱的。另外，核裂变堆组需要的材料，我们核物理研究院也全部承担。有免费材料和劳动力送上门来，我没有理由拒绝啊！哈哈哈。那行，之后就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这能叫麻烦？这是福报啊！要知道，关于核物理方面的研究，各国都是严防死守的，连学习都没有地方去学。一旁沉默许久的宋正突然接到了一则电话。什么？空军总部的刘司令要来，马上就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这么匆匆忙忙的？空军总部的刘司令要来，并且他已经坐上了飞机，估计很快就要到了，我们得赶紧去迎接一下。又多了个抢人的。哎，毕竟现在蓝冰已经答应了一鸣的条件，成为半个军方的人了。等等我也去。老赵、老周，我们也去看看吧。好。众人来到停机场。刘司令，首长好。刘国梁司令下了飞机，甚至没有和他们打招呼。老林，你说的那个民间天才在哪？他就在军区内部。那还不快点带我去见他？还等什么呢你？好的。小兰子同志，这位是我们空军总部的刘司令，特地坐飞机过来见你。啊，首长好。刘司令，这位就是我和您说的民间天才，用坚实的一颗螺丝改造出6代战机的年轻人蓝冰。小同志，感谢你啊！如果不是你，6代机的难题不知道还要困扰咱们龙国多久，绝对算是大功一件。谢谢哈，蓝冰同志，你发明的6代机我已经见识过了，很强大。有了这架6代机，咱龙国的空军实力绝对能得到一个质的飞跃。我听老林说，你现在是准备再造一台6代机？没错，这些人怎么已经知道的事情那么爱重复问？我这次过来呢，就是代表空军，想要与你深度合作。我们甚至可以考虑从你这里订购6代战机。靠，订购6代战机？你早说啊！这下又要发财喽！没问题啊，大地没问题。这里不是谈事的地方，不知这里有没有会议室之类的地方？会议室就在附近，刘司令，我带您过去。那还不快点的，小兰子同志，一起过去吧。正好我和你聊聊军方采购战斗机的具体事项。这里人多眼杂的，毕竟涉及到军事机密。这次估计真要发大财了，军部肯定不能一家订购吧？嘿，爽！求之不得呀！我只想在暑假做点小手工兼职，你却给我一颗螺丝让我造战斗机。小兰子同志，你造出来的第6代战机我已经见识了，功能比我想象中还要强大得多。所以我这次过来，其实是打算从你这里订购一批6代机。一批是多少架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不过我有几个要求。你说，我保证满足你。首先，在制作过程中，我需要有人帮忙打下手。我也带我一个。还有谁？4位国师那么忙，我这边也有许多可以用来帮小兰子同志打下手的人选。不需要其他人，这些工作我们就可以胜任。这份工作肯定是需要一些对航天工程极其了解的人来做，非我们莫属。你们可真是，既然4位国师强烈要求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小兰子同志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？当然有啊。刚才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你插嘴了。我还需要从战斗机的设计军费中抽出2成来作为我的个人劳务费。2成？没想到这小子这么黑，一架6代机的成本最少也要10位数，他抽走2成，哼，就是数亿元。刘司令，我们之前计算过了，小兰子同志制作一架6代机的成本只要2000万。这么贵？等等，多少？2000万一架？是的，不要2亿，也不要20亿。只要2000万。刘司令，这是我们按照现在那架6代机的成本计算的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刘国梁没有说话，看着手中的清单陷入沉默。2000多万，再加上2成的劳务费，也才不过3000万而已。刘司令，你到底打算订购多少架6代战机啊？我是代表空军总部向你订购，所以这个数额可能会有点大。不知道你这边能不能开始量产？我同你讲啊，只要有钱就没有其他问题。真的？你放心，钱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那我这边就先订购200架。OK， 没问题。发了，这回是真的发了。哇哦！按照双方约定，一架战斗机抽2成作为他的劳务费，也就是400万，200架6代机也就有8个亿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
这批战斗机最好在半年时间内完成。问题不大，资金到位，什么都好说。我先去车间了，拜拜了您嘞。繁忙的车间，诸位，我刚刚和空军总部的刘司令签订了合同，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忙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大家如果不能继续帮忙的，可以提前说，我都能理解。小篮子同志，我能不能冒昧问一下订单的具体内容？比如说军方订购了多少架6代机？当然可以，区200架。多少？不多不少，200架。你耳朵有问题，提前去看，别耽误了工程。这下所有人都懵了，不是2架，也不是20架，而是200架。小篮子同志，这次订单你接的可能有些冲动了，你可能不知道，制作战斗机的流程还是相当麻烦的。是啊，在制作好之后，军方会检查良品率，假如不通过的话，就要打回来重做。200架战斗机出问题的概率还是很大的，所以这个周期可能比你想象中还要长。我知道啊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启动流水线计划，刘司令给出的半年时间里完成订单，肯定不是问题。半年？如果整备流水线的话，我们这些人手是不是有些不太够？现场原本有40几个人，再加上周维明带来的科研团队，人数已经有将近60个。如果只是制作1、2架6代机的话，这个人数是相当够的。但如果要整备一条生产线，这的确是个问题，毕竟200架也不是闹着玩的。喂，小王八，王部长，我这里要准备一条专门用来生产6代机的生产线，人手有些不足，你那边能不能帮我找些人过来？没问题，刘司令已经知会过了，人手马上就到。好嘞，另外还有些材料，麻烦你那边一起帮我办了吧。王立安的办事效率还是很快的，不一会儿便有一大批战士聚集过来。大家开始工作，都动起来。蓝兵将生产线的设计图画好，分发到个人手中。而与此同时，陆军基地，老刘，你是说一个叫蓝兵的人，仅仅用了2000万的预算，就一颗坚实的螺丝改造成了一架真正的6代机，而且还达到了30马赫的速度，引擎模组采用的还是核裂变反应堆组。对的，他还是一名大学生呢。老刘啊，我虽然不懂你们空军的那些东西，但你这么诓我，是不是太不把我当回事了？这种重要的事情，我怎么可能诓你？现在6代机就停在军工厂那边，你要是不信，就跟我来看看。看看就看看，谁怕谁呀？你要是敢蒙我，我让你这个司令都当不成。这么厉害的战斗机，造价居然只要2000万。目前我龙国最强坦克的制作成本，最低也要1600万呢。2名司令外加陈一鸣，很快就来到了南方战区。这真是6代机？我怎么可能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呢？你要不要亲自体验一下？这架战斗机的速度我可是亲眼见过的，1400公里的航线只需要2分钟左右，极限速度达到30马赫。刘国梁则是拿出之前自己拍摄的视频，递到对方手中。有了这架战斗机，半年之后的联合军演，我们空军肯定能大杀四方。什么鹰架、樱花，他们所谓的战斗机，在6代机面前，充其量就是个玩具。如果我们陆军的坦克也能有新的进展就好了。报告万司令，什么事？刚刚得到消息，国际军事会议即将开始了。国际军事会议其实就是为半年后的联合军演提前做准备。会议什么时候开始？大约半个小时之后。那就再等半个小时。不急。当万志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看了眼时间，刚好会议马上开始。各位，我先去办公室开个会。说完，他回到办公室，打开电脑，几乎是卡着最后1秒进入的联合会议。来自龙国的万志毅，你为什么要用超时的方式来浪费大家的时间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很宝贵吗？你们来这么早，怪我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我是卡着最后几秒加入的会议，并没有迟到。如果说你们的时间很珍贵，那你们完全可以像我一样卡着时间进来就好啊。该死的龙国人，凭什么跟我这么说话？我们鹰将可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。呵呵，呸！你厉害，你最牛了。随后会议正式开始。这次我们会议的目的是商讨出半年后联合军演的区位。鹰将作为近几次联合军演的第1名，我认为在这次地点选择的流程上，我们鹰将应该享有绝大部分的权利。鹰将一直都是第一。呸！真的是这样吗？我怎么记得在上一届联合军演上，鹰将的战斗机可是在好多方面都不如我们啊。你能够跟上世界的步伐，完全是因为我们鹰将没有对你们龙国实行技术封锁，你们龙国应该感恩戴德。我没必要在这里和你斗嘴皮子，真正的对决是在半年后。
我们鹰将最近研究的战斗机性能再次实现了突破，听说龙国也在研究新型战斗机，情况如何？需不需要我们鹰将传授一点经验给你们？性能突破，有垂直起降功能了，有核裂变反应堆组引擎了，极限速度能达到30马赫了。你们就是跳梁小丑，半年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战斗机。哼，等联合军演开始的时候，看你还怎么故作镇定。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，会议才结束。总统先生，我这里刚刚收到了来自空军总部的消息，您要不要看看？空军总部。没想到在这种紧要关头，战斗机的性能还能再次提升。上帝保佑，我们鹰将这次绝对可以毫无争议地拿下联合军演。咱们是第一，那是理所当然的。对了，龙国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消息？有的，龙国那边的网络上最近流传出了他们研发出了6代战机。助理还把从龙国网络上找到的照片和视频展示给总统看。什么？不必理会，如果是真的，龙国怎么可能会让这些照片流传在网络上？这些不过是龙国的虚张声势罢了。总统英明，传令下去，这段时间紧急生产最强性能的战斗机，半年后我们一定要在联合军演上将龙国打得落花流水。是。暑期我靠一个螺丝改造出第6代战机，空军司令让我再造200架，陆军司令也准备让我研发超级坦克。暑假作业谁帮我写了啊？没想到这个6代战机竟然是你们军方先做出来的，不得了啊！放心，航展机密泄露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鹰将应该没有发现什么。已经解决了。紧跟着就有大量关于6代机的词条出现，看着底下越来越邪乎的评论。你管这叫解决了？龙国有句古话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。你说说，当你知道这架6代机的真实性能后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第一反应肯定是不相信喽。那不就得了？你自己都不相信，那就意味着同样有很多人也不会相信喽。而这时候我们要是开始删除各种消息的话，对方反而会起疑，更别提什么30马赫吹成60马赫了。到时候就算消息是真的，也没人会相信了。高啊，局座真是高啊。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还是不要再发生了，这次动静闹得太大，几乎一个城的人都听到了风声。好，我明白，我也没想到陈一鸣拜托蓝兵制作的会是一台真的6代机啊。也多亏了这架6代机的性能过于强悍，强悍到即便摆在明面上，一般人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哈哈，是啊。老宋，这架6代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看这些数据也觉得太夸张了，都能媲美火箭了。这可是最高机密哦，我不能告诉你。听到他的回答，局座心里顿时就有数了，这分明就是真的存在啊。明白，明白，都是机密。军工部刚刚结束完国际会议的万志靠在椅子上缓缓松了口气，回想着刚才会议上的情况。6代机身上所蕴含的科技，可不是鹰将的战斗机可以比拟的。还想打败我们龙国？哼！等到联合军演上，谁打败谁还不一定呢。空军的问题解决了，可他们陆军呢？不行，得想办法改良一下陆军现在的设备啊。想着，他掏出手机拨通了刘国梁司令的电话，和对方讲述了一下国际会议上发生的事情。和你签订单的蓝兵有没有改装坦克的能力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这样吧，我把他的联系方式给你，你自己去问。没问题。记下蓝兵的电话后，就迫不及待地打了过去。喂，你是？我是陆军总司令万志毅，这个电话是老刘给我的，就是刚和你签订合同的刘国梁。哦，那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当然有，我听刘国梁说，现在军区停着的那架6代机是你用一颗坚实的螺丝改装的。是啊。那如果给你一颗坦克的螺丝，是不是也能改一下？啊？怎么老是一颗螺丝让我造房子？就算改不了也没关系，坦克改不了，后续可能还有其他合作的地方。没问题，不过我需要先去看一看这颗坦克的螺丝，然后才能给你答案。没问题啊，刚刚逗你的哈哈，我不会像空军似的就给你一颗螺丝，我们这坦克多的是。那更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我已经和坦克部门的人员打好招呼，你让一鸣带着你过去就行。好，行，今年财运真的可以，还都是送上门的买卖。蓝兵找到陈一鸣，简单讲述了一下刚才的事情，对方瞬间就明白了。坦克部门是吧？行，我现在带你过去。这是真要改坦克，改造战斗机，而且还能改造坦克。我去，我这是挖出来了个什么宝贝啊！两人很快来到坦克研发区域，
前面就是研发部门的车间了。这里的坦克，无论是老式还是新式的，都由他们管束。一进来，两人顿时就感受到了十分凝重的气氛。他们这应该是在对新型坦克的数据进行检测，不过看起来测试的成果不是很理想。果然，他刚说完，屏幕上不断变化的数据定格下来，居然又失败了。究竟是哪里的问题？已经是第3次了，我们却连问题所在都还没有找出来。半年时间，看样子没办法在联合军演前把新型坦克制作出来了啊。好了，大家这段时间也辛苦了，先休息一下吧，等明天我们再继续排查问题，争取早日把问题解决。一鸣，你怎么来了？嗨，过来看看你呗。这位是？他叫蓝冰。蓝冰，这位是坦克研发部门的负责人徐正清。我看你年纪不大，叫我徐哥就好。蓝冰，等等，你该不会是改造6代战机的那个蓝冰吧？没错，是他，就是他。一鸣，你这次过来不会是想要给我举荐人才吧？正好我这里缺人，那我就先收下了。谁跟你说蓝冰是要来你这边工作的？蓝冰现在是我们军工队的人，这次过来是想要找你要一辆坦克。啥？我能问问你需要坦克做什么吗？当然是改造升级了，难道我要开着它去兜风吗？陈一鸣也将之前6代机的事情简单和徐正清讲述了一下。听完之后，徐正清一脸惊奇。没问题，这里停放着龙国至今以来所有坦克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蓝冰转了一圈，最终眼神定格在一台造型老旧但保养得很好的坦克上。就这台吧。蓝冰同学，没想到你对坦克还有了解呢。并没有啊。那你是怎么选中这台坦克的？只是有点眼缘。这台坦克很厉害吗？倒不是厉害，而是非常有意义，因为这台坦克是59式坦克。59式主战坦克，重达36吨，可承纳4人，最大时速50千米，最大行程560千米，同时配有红外夜视仪，可夜间驾驶。原来是这样。眼前的这辆还是我们特地申请下来，留作纪念的。好了，就这辆吧。可能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，这辆59式坦克虽然意义重大，但上面所采用的技术还是太落后了。你既然是拿来改造，就应该选择底子好一点的，这样改装起来也要方便很多。就比如说那辆，其实哪辆都一样啊。用这些高级一些的坦克来改装，里面的零部件说不定你也用得上。不用了，就这辆吧。那行吧。见蓝冰这么坚持，徐正清也不好再劝。不过以我的资格，没办法直接让你把这台坦克开走，等我先申请一下。好的。万司令，我是徐正清。陈一鸣带着一个叫蓝冰的小同志过来，说要带走一辆坦克。太好了，没问题，让他开走就是了。听到蓝冰到了坦克基地，万志毅高兴不已。不管蓝冰想要什么都给他。啊，好的，行，那我就让蓝冰他们把59式坦克开走了。慢着，你把电话给蓝冰，我和他聊聊。行。万司令，我是蓝冰。小蓝子同志啊，59式啊，那都是老东西了。基地那些最新的坦克，你也可以随便调的。不用了，59式就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。既然选好了坦克，那是不是说明你有什么想法了？有一点想法吧。那就大胆放手去做，出了什么事，我给你兜着。行。在我用1颗螺丝造出第6代战机后，陆军司令让我选了一辆坦克，也要让我改造升级。这泼天的富贵啊，太疯狂了！这也太疯狂了吧！既然万司令都答应了，这辆坦克就归你了。之后如果遇到什么技术上的难题，可以尽管来找我。多谢多谢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不用找你。那我们就把坦克开回去吧。没问题。好家伙，这陈一鸣飞机坦克都会开啊，简直就是舒克贝塔的合体。在空军司令刘国梁大力配合下，第6代战机的流水线所需的材料全部找齐，蓝冰也直接将流水线事无巨细地交代了下去。小蓝子同志给的这个方案几乎是花费最少，也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了。是啊，这才过了多久，流水线就已经初步搭建起来了。我要去找小蓝子同志了，接下来你们按照方案稳步进行吧。没问题。此时蓝冰还在军工部给工厂内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有股浓浓的柴油燃烧的味道？难不成这边也开工了？不应该啊，按照小蓝子的速度，制作一架6代机大半个月左右，有这时间还不如去加快一下流水线的进度呢。你俩别猜了行吗？还是先去看看吧。他们来到工厂门口，几人全部愣住。哪里来的坦克？怎么被拆成这个样子了？现在为什么要拆坦克啊？现在的任务不是抓紧生产6代机吗？小蓝子同志，这是现在流水线的进度以及后面的安排。小蓝子同志，你这是在拆坦克啊？怎么你连坦克都不认识吗？我还能不知道这是在拆坦克吗？我想问的是，你拆坦克要做什么？当然是改装升级了，跟6代机一个意思。改装坦克？你居然对坦克也有研究？合金坦克装甲改造方案，核能引擎，火控系统升级，高能电磁技术。这上面每个字他们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谁也看不懂，尤其是高能电磁技术。小蓝子，这就是你要对这辆坦克进行的改造方案？暂时就先改造这些。这上面的技术你都懂？略知一二吧。弄了大半天，还真有点累。
不行，我得让他们也干活。拆解目前已经完成了，你们要参与进来吗？当然。哈哈哈，都上钩了。那好，我先给你们分配一下工作。很快20多天过去，这一天整个军工部都兴奋不已。6代机流水线终于完成了，李老，流水线已经正常运转了，您过来看一下吧。不一会儿，蓝冰以及其他4位国士便赶了过来，直接开始验收。没有问题，弄挺好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6代机生产了。小兰子虽然制作出了流水线，但制作一架6代机的时间最少也得1周时间吧。此时距离联合军演还剩5个月的时间，1周产1架战斗机，最多也才产出不到30架。小兰子，要不我去和刘司令商量一下，把时间延长一点。不用，制作一台6代机的时间要不了那么久。要不我提前去和刘司令打个招呼。这么大的技术突破，想来刘司令也不会多说什么。我看行，先去说说吧。最迟明天早上，大家就能看到新战机。什么？算了，先上产一架6代机看看。如果不像蓝冰说的那样，我再去联系刘司令也不迟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开始生产。众人就这么看着，一时间也愣在了原地，一直到半夜时分。按照这个进度，在期限里做完200架6代机，时间绰绰有余。太疯狂了，这也太疯狂了吧！我爷，蓝冰，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吗？你和我说，我现在就帮你安排。不是，流水线的第1架6代机生产出来了，想麻烦你来做一下测试。现在是半夜，原本陈一鸣已经躺在床上准备休息。什么？如果你没时间的话也没关系，毕竟有点晚了。别，不晚，在军工部那边是吧？我现在就过去。陈一鸣下楼开车就朝着军工部的方向驶去。这架6代机和之前的那架看起来简直一点区别都没有啊！这次想让你帮忙测试一下这架从流水线产的6代机和之前那架性能上有没有什么差别。没问题。一鸣，能听到吗？收到。很好，接下来需要你依次测试这架6代机的垂直起降、巡航速度以及所有功能。没问题。引擎发出咆哮的吼声，整个军工部甚至是半个军区都被笼罩。可以起飞了。再见了妈妈，今晚我就要远航。 1000米、2000米、5000米。报告，战斗机已经到达指定高度，用时30秒。这个效果和之前的6代机完全一样啊，表现完美。继续下一项测试。收到。紧跟着就是低速巡航、高速巡航、极速巡航3种模式自由切换，极限速度直接达到30马赫。好啊，好，巡航速度表现依旧完美。接下来测试一下隐身效果。收到。喂，雷达部门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对天空大范围扫查，功率开到最大。是。短暂沉默过后，声音再次传来：报告，雷达功率已经开到最大，未能发现任何不明飞行物。太好了，这些天的努力，我们一点没有白费。这条流水线已经可以媲美国际顶尖的流水生产线了吧？好了，老李，让一鸣将战斗机停下来吧。是。不对，我忘了视觉测试还没有进行。视觉隐身测试，那不就是光学隐身？这架战斗机还有光学隐身的功能。上一架6代机测试的时候，动静太大，被许多人看到了，所以我就在隐身效果里加上了光学隐身的功能。至于效果，一鸣可以开始光学隐身的效果测试了。好，众人下意识抬头，消失了。小兰子，你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也简单，只要在战斗机表层加上一层感光涂料，再加一些回报率高的传感器，通过传感器检测周围情况，再由战斗机内自带的智能助理对其进行分析、处理，最终将表层的涂料调整至最佳状态。说的这么简单，这个效果完全可以直接进行量产。所以说，空军总部200架订单只需要不到5个月了。200架，光是抽成我就能拿到将近10个小目标，爽啊！第1架完全由流水线设备生产出来的6代机完成测试。